大家好，我是索达，停更了3个月多，因为都在忙于本职的工作上啦。而这期间，我也和同事们讨论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设计一个 PPE listing。在设计 PPE listing 之前，我们先来简略的讨论下什么是 PPE。这不是前几年 COVID-19 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啊，在会计界里 PPE 是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 Fixed Asset 定资产。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土地啊、建筑物、交通工具、家私、生意上的机械或者是工具等等。而不管是国际会计准则 IAS 16，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会计准则 MFRS 116，或者马来西亚中小型公司用的 MPERS Section 17，都一样注明了 PPE 都得是 Tangible Assets。白话来说 ，Tangible Asset 就是看得到、摸得到的 asset， 所以它的价值都可以被可靠的计算 measure reliably。而不符合 Tangible Asset 的呢，我们就称它为 Intangible Asset， 比如就是Patent、Copyrights、Goodwill 这一些。除此以外呢，它还得是 can probably generat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 to the entity， 意思就是它可以为这间公司的未来带来收益的。那它和 expenses 费用有什么不一样呢？ expenses 呢，通常的收益时间会比较短暂的，而且 expenses 通常是让一件东西维持原状，而不像 asset 呢，它是会带来增值的。比方说，你电脑的 RAM 坏了，那么你买多一张新的 RAM 替补回去，那么这一件事呢，它就是 back to original situation， 就是那一张新的 RAM 替补了旧的那一张 RAM 的工作罢了。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什么问题，而你新买多一张 RAM， 让你的电脑更加快、更加的顺畅，那么这一件事呢，就达到了 enhancement 的效果。那么这一张 RAM 就是 asset。当然，这里是一个 example， 也许会有很多 argument point， 所以仅做一个参考罢了。此外，还有一些人或一些公司，他们会考虑到 tax 的那一方面。在 income tax 角度，打从2020年开始，只要你的 PPE 少过2000块，在 tax 里呢都能当成 small value asset， 一次过 claim 完 capital allowance。如果你的公司不是中小型企业 SME 的话，那么就有20千的 limit。因此呢，有一些公司就会出 policy 的说，只要 PPE 少过2000块的话，就放进 P&L expense 掉它，省得去做 depreciation 之类的。但其实啦 ，account 是 account，tax 是 tax， 各有各的 standard 和 ruling 去 follow 的，本来就不应该掺在一起来说的。但 practically 大家就酌情处理吧。粗略的讲解了什么是 PPE 后，就来到今天的主题，如何设计个 PPE listing。为什么要有 PPE listing 呢？因为同一份 account 可以由不同的人、不同的 accounting 公司或者用不同的 software 来做，导致很多时候以前的 PPE 我们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只有一个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就好像图片这样子。因此 PPE listing 就是要来呈现那些 brought forward 里面的 detail 的。既然一开始都说了是设计，所以每个人的呈现方式有点不一样都没有关系的，这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必须要放的，然而有一些就看个人或公司来决定要不要放了。首先，设计这个 PPE listing 一开始呢，最重要当然就是你的公司的名字啦。其二呢，就是你的公司的 year end， 因为有一些公司他们会把全部年份的 PPE 都放在下面，比如这一个是2023年的，可能他们2022年、2021年的都会放在不同的 tab， 所以呢，这个年份是要注明清楚的。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你的 asset 里面的 category， 还有就是他们的名字啦。因为有时候在我们的 account software 里面呢，有时候他们会有字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写到太长，或者是写到太 detail。而在这个 listing 里面呢，你可以无限的加长，写到越 detail 越好。尤其是这种 office equipment 或者是电器产品呢，他们都会有 serial number， 而这种呢，就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辨别每一个
asset。就比如交通工具来说的话啦，汽车我们都知道，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车牌、自己的颜色、自己的 model，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写完这些 detail 下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清楚知道这一个 asset 是指着哪一个交通工具了。再来，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一些 asset 它们的购买日期是在几时。当然，这里我们可以不选购买日期，我们可以选 acquisition date， 就是得到的日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是每一个 asset 都是买回来的，有可能有一些 asset 是 owner 或者是 director 放进给公司的一个 capital injection 下去来的。那这些日期有什么用呢？它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一些 asset 它在几时买的，用了多少年。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些 asset 其实已经是没有用了的，或者是已经很多年了的。因为呢，如果太旧了的 asset 如果已经是没有再用了的话，那其实是需要把它 write off 掉的。再不然呢，就是一些 asset 其实它已经是卖掉了的，那么呢，我们就是要做 disposal 出来。因此呢，这一些日期就是让我们做一个 tracking for 那一些很旧了的 asset 还有没有必要留在公司里面。再来就是这一个 depreciation rate。这个 rate 呢，只是一个参考啦，在这里，因为这个是based on你的公司对于那一个 asset 可以用几年来做一个 estimation 来的。然后当然就是我们的 cost 啦，就是这一个 asset 它买的时候的价值是多少。因为我现在是站在2023年，所以这些2022年的 asset 呢，我们就会放在 brought forward figure 这里，而今年新买的任何的 asset 我就会放在 additional 这里啦。就好像这一个这样，然后今年有卖掉的 asset 的话，我就会放在 disposal 这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carry forward， 就是用 formula linking 的啦。然后 depreciation 这里也是一样，去年的 brought forward， 然后把今年的 addition 呢，就是拿我的 carry forward 乘我的 depreciation rate， 然后就可以拿到我今年的 depreciation figure 了。然后呢，就是加起来今年我的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可以去到多少。而这个就是我的 net book value 啦，就是我的 cost 减掉我的 depreciation， 剩下我的那个 net book value figure 啦。既然用到 Excel， 当然我们就是把 formula linking 好啦，就是 brought forward 的 cost 减掉 brought forward 的 depreciation， 然后 carry forward 的也是一样。当你要做下一年的时候，你就是 highlight carry forward 的这一里，然后 paste as value 在你的 brought forward 下一年那边，然后 cost 这里呢也是一样 ，copy 你的 carry forward， 然后 paste 在你的 brought forward 这里，然后把 additional 的变成0，因为下一年你这里就会变成2024年，这一些2023年的就是你的上一年的东西，你的 brought forward figure 来的。当然做好后就要确保你的 brought forward figure 是等于你上一年的 carry forward figure 来的。来到这里呢，其实你的 PPE listing 已经有了一个基础的完成了，就看你公司还需不需要加这一个 code 还有 location 了。当然还有其他东西，看你公司还需要加什么啦。code 的用处呢，其实就是当你一次过买很多个同样的 asset 那时候啦，比如桌子、椅子，或者是你一次过买10家printer 或者是电脑那时候啦。当然每一个 printer 还说因为有一个 serial number， 或者每一家电脑也有他们的 serial number， 可是当你买椅子或桌子那时候全部都是一模一个样子的话，那么怎样分辨它们呢？就是靠 code 来分辨的。因为就是把每一张椅子有一个他们特别的 code 01、02、03这样子，之后呢你们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纸条，然后贴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张椅子它是属于哪一个 asset 哪一张 code 了。当那一个椅子它到时候坏掉了，或者是要 write off 的时候呢，你都可以知道哪一张椅子需要 write off， 然后在你的 PPE listing 这里你就要 write off 哪一个椅子了。而 location 呢，其实就是让你知道这一个 asset 它是放在哪里的，因为有一些呢他们是放在 HQ， 有一些是放在 storeroom， 有一些可能是给 director 用的，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些汽车是给 salesman 家走的。所以呢，可能你去做 PPE listing checking 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一个 salesman 他是驾着这一辆车。在这里我是用 straight line method 来做 depreciation 的，就比如这个 asset 是18% depreciation rate， 意思就是这一个 asset 每一年它就会扣一个18%，10年过后
supposingly 它应该是变成0的，可是我们会象征是把它变成一个1块钱，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一些 asset 虽然超过了10年，但依然他们还在为公司服役着。不然如果它的 net book value 变成0的话啦，在我们的 reporting 那边它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数字，就不会出现这一个 asset 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能10年过后就发现到原来这一个公司是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的。除了刚才所说的 straight line method， 当然还有其他 depreciation method 你们也可以用的。而这里呢，我就会展示另外一个叫做 reducing balance method。Reducing balance method 跟 straight line method 不一样的点呢，就在于 straight line method 呢，它的 depreciation 是根据我的 original cost 来乘18%的，而 reducing balance 呢，它是跟回我的 net book value 来乘18%的。由此可见呢，straight line method 你乘18%的话，10年过后你的 net book value 就会变成0。而 reducing balance 超过20年，其实你的 net book value 依然还有数字，所以它是一直无止境的 depreciation 下去。我个人呢是不那么建议用 reducing balance method 的，因为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 chapter 叫做 deferred tax 的。如果你用 straight line method， 头几年你的 account 和你的 tax 会有一个 temporary difference， 可是当你的 asset fully depreciate 过后呢，你的 tax 那边也 fully claim 完你的 capital allowance 过后呢，它就不会有 temporary difference 了。可是如果你是用 reducing balance， 因为你的 depreciation 是一直无止境的 depreciate 下去，所以你的 net book value 是不会变成0的。而在 tax 那一方面呢，它的 residual value 已经是变成0的，所以每一年都会有 temporary difference 出来。如果这家公司有很多 PPE 的话，就是它的 PPE listing 可能去到几页或者是几十页的话，可以想象做 deferred tax 的那一位员工应该会很崩溃。当然啦 ，depreciation method 是公司选择的 accounting policy， 因此我只是说我自己个人不建议罢了。在这里呢，其实你也发现到，我每一个 asset 的 category 都有一个 subtotal 的。这个 subtotal 拿来做什么呢？其实就是把这一个 category 的 total 加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你的 PPE listing 有很多 asset 或者是很多的 category 的时候啦，我有看过一些人，他们就在这个 grand total 这里等于这一个 category 加另外一个 category， 这样子一个一个加下去。这样子加有什么错呢？其实没有错，只是比较容易出错。因为当你有太多的 category， 那时候可能你会不小心加漏了。因此呢，这个 subtotal 的用处呢，其实就是方便我们用一个 formula 叫做 sum if。首先我们填了这个 sum if， 在这个 range 这里我们就 highlight 我们要加起来的左边这一行，然后按一个 F4 lock 起来，然后逗号 criteria 呢就是我们要选择 subtotal， 你可以选择这一个字眼然后 lock 起来，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宽引号然后写回那个 subtotal 下去，关引号然后逗号，然后呢要加哪一行就是在这里，在这个 brought forward 这里加起来，然后关 bracket， 然后你也是可以达到回同样一个数字。而这个方便在于它比较不容易出错，因为我真的看过一次有人一个一个这样加起来，结果某一行因为加漏了，导致一直算出来那个 grand total 都是不 balance 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既然我们都用到 Excel， 那么我们就善用它的 formula 吧。把 grand total 都算好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 annual depreciation figure 来的，如果你的公司不是每一个月都要做 depreciation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一个数字放去你的 depreciation of PPE 的 expenses 里面了，就是 debit 它，然后 credit 去你的 accumulated of 你的 asset 那边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要做每一个月的 depreciation 的话，那么你就是把它除12吧。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大家有 idea 怎样设计出自己喜欢的 PPE listing， 还有了解到 PPE listing 的重要性、PPE 和 expenses 的选择，还有 depreciation 的选择吧。影片的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 email 我，或者是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3连按下去。我们下个影片见。